这里是伦敦的 Paddington Station。今天我要去 Oxford， 去牛津大学。这2天正好赶上英国这边伦敦的这个铁路公司罢工。不过今天他们不罢了，他们是2天，正好错过这2天。我应该是 Coach C 啊 ，Coach C 啊，这个是我的车厢 ，Coach C 的25号座，24、24。现在离开车还有20多分钟吧。这是伦敦市内的一个火车站，还有好几个火车站。今天可能只要去牛津一个地方，不去剑桥了，因为去剑桥的话可能时间太赶。走，上去看看。我是25号。25号。这个是我座位，靠窗户。因为座位是可以选的，但是他不给你指定具体坐哪一个位置，但是你可以选，是跟车是同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可以选，像我这个座位叫做 flight style， 就是跟飞机座舱的感觉是一样，然后是否靠近窗户。还有一种是 table style， 就是前面有一个桌子，可以用来吃饭呀、吃东西啊，或者怎么样，还是这样比较舒服吧。flight 的方式。那这边就是反方向，我选的是正方向。这趟车的速度，刚才我测了一下，最快好像差不多能够到130英里每小时，换算过来就是200公里每小时这么样的一个速度。这个速度和前不久美国开通的那第一条高铁的所谓高铁的速度差不多吧，200公里每小时左右。牛津这边下雨了，在我的这边左边就是最有名的基督教堂学院，它的这个入口是在它再往前一点。这里是它的入口 ，Christ Church 学院，也是牛津这边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它的对面就是爱丽丝小店，就是《爱丽丝奇遇记》里面的那个爱丽丝小店，但现在还没有开门，10点半才开门，所以一会儿还得再折返过来，在这里买个纪念品走。就是那个红色的小屋，很小的那个。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大学里面最出名的一个学院之一。牛津大学它是全世界最早的大学了，而且它特点是没有校园是有几十个这个学院组成。这个基督教堂学院呢，现在也还是教堂，旁边呢它是一些河岸冲积的一些草甸，旁边有2条河，一个是牛津河一个是泰晤士河，一个是查尔斯河。好，进去看看。这里是基督教堂学院的草甸庭院吧。反正这个昨天在西敏寺也看到的这种也是类似的，这种哥特式的。最早这边是修道院，现在提供给学生食宿什么的。这里还有一个老的图书馆。像这个部分最早就是修道院，现在主要用于提供学生的食宿什么的，
就宿舍吧，应该是，就这边墙这一部分，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学生。这里是基督教堂学院大厅的楼梯，从这进去就是大堂。那么这个地方曾经是很多影视剧的取景地，最有名的像《哈利波特》，像英国的老牌的电视剧《摩斯探长》啊，都是在这里拍摄，在这里取过景啊。还有你像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爱丽丝啊梦境那个啊，爱丽丝梦游奇遇记那个啊，也是这里的一个数学老师，他以这个学院的女儿，学院校长女儿爱丽丝为他写的一个童话故事。他的笔名叫什么来着啊？叫路易斯·卡洛尔啊。这个小说跟我家也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啊，这个就不表了。这里是大厅的前厅，这个地方依然像500年前一样，还在使用当中。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再往前走就是大厅了啊！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一定非常熟悉这里面的场景。哇哦，这里就是大厅了。如果你哈利波特迷，对这里肯定很不陌生，对不对？关键是这个地方500多年，现在依然在使用。你看，依然在给学生提供饮食、中餐和晚餐，都是太有感觉了。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有500年历史的大厅里面吃饭。哦，突然这一瞬间很羡慕这里的学生啊。Incredible， 这个地方可能也对外吧，会不会也对外？如果你认识学生，可以在这里吃饭，我觉得。天花板上面的是这个烛灰，你看这个彩色的玻璃也都是烛灰，贵族的烛灰。这种感觉真是，再加上哈利波特的加持。这边光线更好一些了。中间这个是亨利八世。我耳朵上戴的这个是讲解器，他给你详细的讲了这里的历史，多媒体的，还挺棒的讲解器。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也跟你讲。Nice。这里是基督学院的方亭。所谓方亭，就是四面都有这个建筑的这个围起来的一个地方，就跟北京的四合院是一回事了啊，就那个意思。正对面这个塔叫汤姆塔，这个也算是流经的一个地标了。汤姆塔的正对面就是基督学院的大教堂，现在依然发挥作用。这个基督教堂学院的这个教堂，它的花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其他的东西，对吧？这个他们英国的历史咱们也不了解。但这个花窗确实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很多。这里一个，但这个不是最大的一幅，但我个人认为最漂亮的一幅在那边啊，一会给大家看看。它这花窗确实是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大的一幅在这儿，这里，这应该是在屠龙啊。啊，这是最大的一幅。看这里的。这个词儿是 Navy， 其实是 Navy 的意思，船的意思，船，后来引申为海军。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花窗，船经所谓船就说它这个顶，就像这个轮船的底部扣过来，反扣过来的意思啊。在西敏寺里首次接触到这个词儿。这个花窗是我个人认为最漂亮的一个，描绘的是一个风景的一场景。啊，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花窗。绝大部分的花窗都是跟宗教密切相关的一些场景，这个好像描述的是一个小桥流水，然后这个瓜果飘香的这么一个形象，这么一个景象的一个花窗。据说这个花窗是最早的一个了，其他都毁了，在内战时期毁掉了。参观完基督教堂学院，它的对面就是爱丽丝的小店因为爱丽丝的原型就是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的女儿嘛，所以这个地方开一个爱丽丝小店也挺有意思的。我还在这里给老婆带一个纪念品，去看看有什么。OK， 这是那个兔子，《爱丽丝梦游奇境》里面的兔子。红色的门。这有什么卖的？这个包20磅。卡片。这是笔，5.5磅。大猫。杯子，7磅。马克杯。杯碟，4块9毛9。这里呢是流经的一个市场，叫 Covered Market， 也就是有棚子的市场啊。这里面有吃的、玩的、用的东西。在这里随便休息一会儿吧。这边是 Bubble。我看还有中餐，中餐就算了。吃点泰餐吧。这样一个泰餐厅。
8磅一个米饭加一个菜，9.8磅一个米饭加2个菜。OK，hello。Okay, I want one selection. Okay. One section, yeah. Yeah, meat. Crispy pork. Very spicy. It's spicy, yeah. Very spicy. Not Or very spicy, but it is spicy. okay. Okay, next one. Yes. Thank you. So I pay now or later? Yeah. One section. 从有朋市场过来，这里有一个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就这里，可以花5英镑爬上顶楼去看这个牛津的全景，因为牛津没有很多高楼嘛，对吧？欧洲的这些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历史感比较重，没有什么高楼，也没必要有高楼啊，因为人口也比较少。然后它的旁边呢，就是这个瑞德克里夫，它是一个图书馆，从这个巷子穿过去就是，都挨着。现在它还是一个图书馆，应该是不知道，可能是不对游客开放吧。就这个拱形的这个圆形的这个建筑物，现在还有点连绵的小雨。从这个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从这个厅穿出来，就是这个瑞德克里夫图书馆。但这里写了一个字，可能不让参观吧，写的是 Readers Only， 也就是说 Visitor 就算了啊，只开放给读者。OK 了，看看就可以了。那个教堂里面我进去大概去看了一眼啊，没有什么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可能主要就是可以爬上去看牛津的全貌吧。这座图书馆呢，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了，圆形的，很漂亮啊。今天天气不太好，要是个蓝天白云的天气就更好了。它的旁边就是万宁学院，是另外一个学院啊，就跟刚才那个基督教堂学院一样啊，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学院。所以这个牛津大学是没有围栏的啊，就是各种学院组织在一起成了牛津大学啊。这可惜这个图书馆是不对外参观呀，也是图书馆对外参观的话，乱哄哄的就没法搞了。不过好像也可以预定这个相应的这个 tour 啊，但我没有预定。从图书馆过来不远就是这个叹息桥啊，这个桥很有名，我已经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有名。OK 了，打个卡了。它连接的2个主要的建筑物啊，这个就是一个空中走廊吧，造型还是很漂亮，对吧？这里是牛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一进馆呢有一个美国黑熊，这里是可以触摸的 ，Please touch， 可以摸的 ，OK， 最显眼的就是恐龙的 dinosaur 啊，不算特别大了哈，我们中国的博物馆有比这更大的。大的多得多啊！整个一层恐龙特别多。采光很好啊，自然采光。一共就2层的样子。大概去看一眼就行了。这有星星啊，这是星星吗？还是no， 哦，这是 elephant， 亚洲象，这一个是亚洲象。
这是小亚洲象，3岁啊，这个应该是成年的。这个就不让摸了啊，很多模型。这有各种动物的啊，这个是 polar bear 北极熊嘛，这个是 common pig 普通的猪啊，鹿啊，蝙蝠活灵活现的标本啊，做得很逼真，跟活的似的。就是2楼了。2楼这边这一侧是昆虫馆。这是竹节，这是这个有点像这个什么虫，竹节虫啊。在那哪儿我就曾经看到过，在那个九宫山上面就有，当时还是活的。这里是今天流经的最后一站，阿什莫林博物馆，从17世纪就有了。OK， 继续看看。就总的感觉吧，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缩小的大英博物馆一样啊。各种地方的文物它都有收藏，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不过感觉还是罗马占了很大的比重。罗马和埃及，因为罗马人在这里统治过。当然，藏品没有大英博物馆那么丰富了，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吧。看这边是中东的古中东馆。这里是古埃及和苏丹馆。这手放在这里什么意思？看一下介绍，3300年，公元前3300多年呀，厉害了啊！这个很大的一个雕像，应该是生殖崇拜吧？那他的手放在这个男性的生殖器这个位置，而且是那种，应该是那种勃起的状态。应该是这种生殖崇拜吧，因为那个年代对这个生殖器崇拜是很常见的。在这个帕丁顿车站的外面有这么一个雕塑作品，挺逗的啊！森林里面的这些野生动物在一起开会，而且还是感觉像是在喝下午茶，有点意思。兔子被做成了一个女性的比基尼的角色。这边还有一个大猩猩。Interesting。